这段时间啊，纳尔纳西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哈，就是他韦培生这个身份发酵的源头呢，其实是他自己自曝的。定向委培的是有剧团定向接收的，所以都是会有工作的。明白，就是不会毕业了说会失业。对，而且是直接就是公务员的那个铁饭碗。那然后你就导致你毕业之后就想说出国去玩一下，对，进修一下。对。那是怎么那个阴阳差错被那个封神给叫回来做演员的呢？是我在学校，我后来就不在外面鬼混了3年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在学校当助教，其实是实习。看这个剧情是不是有点耳熟？就是半个月之前，黄杨甜甜那一对230万的天价耳环，其实也是他自己自曝的。当时黄杨甜甜参加他的成人礼嘛，然后就拍摄了视频，对着他的耳环呢一顿特写特拍，才被网友扒出来，从而引申到他爸爸。纳尔纳西的这段采访啊，是当时在封神剧组，那个时候呢他还不太出名，所以当时这个采访也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然后主持人就聊到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嘛，就问纳尔纳西，哎，你们当年怎么样啊？然后纳尔纳西就说啊，我当年是韦培生，所以不用担心这个就业的问题。就因为这个，然后现在才被大家扒出来，然后这个舆论事件就这几天愈演愈烈发酵了。纳尔纳西这件事情啊，现在还在继续的发酵过程中。但是呢，纳尔纳西他不像蒋宇龙一样，他不敢自己注册一个账号出来跟广大网友硬刚硬怼，因为他可能也知道经不起扒嘛。所以纳尔纳西自己呢是偃旗息鼓了。但是这个事情的第一批受害者啊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就是大家谁也没想到的江苏卫视。江苏卫视呢把他这个长安的荔枝撤档了。为什么？因为纳尔纳西在里面参演了嘛。然后大家就发现哦，原来除了江苏卫视，还有像吴京导演、乌尔善导演这些跟纳尔纳西有合作的这些大导演们，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电影，后续都会受到一连串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围绕纳尔纳西事件展开的那些争议。因为纳尔纳西事件，刚才小王也讲了哈，就牵连到的作品，目前看至少还有3部。乌尔善导演的《封神3》以及《一人之下2》，再比如《长安的荔枝》，算是幸运的躲过一劫，它刚刚播完了，但现在呢也已经开始紧急切割，比如央视8套已经删除了演员表中的纳尔纳西的名字，腾讯视频目前前30集仍然保留了他的名字，但未来是否继续上线，还是否保留他的名字也是存疑的。江苏卫视原定于6月24号2轮播出这部剧，也临时撤档改播其他的剧了。另外，《封神3》和《一人之下2》也传出可能要延期播出，这其实就比较典型了，属于一个人出事儿，整部作品陪葬。这种做法已经不仅仅是整顿艺德了，而是实打实的文化连坐。我认为连坐制度这种残余本应该在现代社会中消失，它既不现代也不文明。有人说演员拿得多就应该承担更多，但现实中很多演员其实也是廉价出演，比如在未出名之前，纳尔纳西我相信他的片酬也是非常低的，甚至有可能他还得带资进组。灯光师有时候其实拿的比演员还多，比如有的灯光师他也可能去嫖娼哈，也可能是属于师德范畴，但是你从来没听说过其他的幕后人员因为幕后人员的师德问题导致整组封杀。你说这个所有的幕后人员那么多，没有一个师德的吗？那不太可能。所以好像这个最终的逻辑结论就是演员就得洁身自好，其他人无所谓，演员就得像一块玉一样纯净，才能配得上这个职业。其实啊，像纳尔纳西、邓伦还有郑爽这种师德艺人，他们固然有他们的问题，他们自己应该付出代价，但是这背后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个追责应该追谁的责。比如首先哈是演员自己的责任要追，但其次呢，比方说就纳尔纳西这个事情来说，当年给他高考开绿灯的那些人，他们的责任应该要追，但是呢，不应该上升到说演员参演的这些电影或者电视剧，因为像电影电视剧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制作，背后有无数工作人员的心血，有导演啊、编剧啊，还有剧组其他演员，大家可能没日没夜的工作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如果就这样打水漂的话，我觉得这个制度上来说确实是不太合理的。而且像之前吴亦凡、郑爽他们的作品应该是全部下架了，都没有给他说什么技术加工的二创的可能，就是直接所有作品全部下架。那你看像跟吴亦凡搭档的杨紫啊，人家辛辛苦苦可能1年拍的电视剧，好不容易等到上新播出了，然后结果因为吴亦凡的事情就白白工作了1年，这个剧也再也没有办法重见天日了。其实说实话哦，以前选戏的时候看剧本、看导演、看班底，但是现在其实有时候选戏你要看对手戏演员，你要看发行，因为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去看这些是播不了的，比如说你的对手戏演员他不是特别的好，或者一些情况没有办法播，那你其实3个月4个月
你拍1年也就12个月，你拍3个戏就都没了。如果你就是光看剧本，你其他不考虑，你拍3个月，那你拍几年，其实戏都是播不了的。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个大环境下，说起来也是有一点畸形啊，或者说怎么样，无可奈何吧。你要去考虑很多东西，跟市场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两者都要兼备吧。一些是市场东西，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剧，然后质量剧，然后好的班底。如果2个都有的话，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还有啊，你刚才提到有些网友可能会觉得是因为这些演员明星他们薪水太高了，所以你犯了错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我觉得受到惩罚是没错的，但是应该他本人受到惩罚，你去让他赔违约金，或者说你让他罚款，但不应该上升到演员他背后参演的这些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这就确实有点那种株连九族的感觉。我觉得支持失德艺人的作品也要下架，也要被封杀的这些朋友的心里啊，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演员其实他不仅不是道德标杆，反而他可能是最浪荡不羁、道德底线比较低的一群人，因为他们身处在必须削尖了脑袋往上爬，而且为了争夺那些非常少的资源，就会有各种超出下限的行为，比如众所周知的什么潜规则呀等等，是吧？比如像美国好莱坞巨星德普的老婆还在他的床上上大号，迈克尔·道格拉斯也是著名的花花公子，还有像小李子，是吧？小李子这么有银幕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他的个人生活也是非常的混乱，风流成性，永不结婚。对，而且女朋友都是在26岁以下，据说。更别提好莱坞很多明星啊，他们都有吸毒史，所以无论中外，大家从来都不要认为啊，这个演员是什么道德标杆，也没有必要。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演样本戏的年代，要求演员必须戏内戏外都非常正派。一出事儿，大家你看就说戏子的骂，平时你就看不上他们，是吧？一到捐款要出事儿的时候，又觉得啊，他们应该是道德楷模，应该捐款，应该洁身自好。我就觉得大家就得接受一个新的概念，就不是所有的公众人物都得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所有人的人性中都有自私、功利，然后还有贪欲，而且越是公众人物，其实往往他们内心深处这些东西更严重。我们再来看看问题的根本，就说如果一个艺人出事以后仍然被资方启用，那大众抵制，投资方活该啊！那你投资打水漂，活该，这是市场选择。我觉得你这个时间点这一点说的很对，就是一个艺人哈，他失德了以后，不管是吸毒啊、嫖娼啊，还是说做了有悖公约的事情，那应该我们抵制的是他今后的作品，就今后导演不再用他，而不是说他曾经演过的也被迫一定要下架，因为那里面毕竟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人员、演员的工作量在里边。如果是艺人出事以前拍好的作品也要被封杀的话，那就是不合理的过度惩罚，极大增加了投资方的风险。一旦形成，只要你用了一个人，他将来出事你就得赔偿的这种逻辑，那资本会迅速远离影视行业，影视投资热情会下降。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繁荣，本质上靠的是资本支撑的这个内容生产，靠的是行业里的人和从业者共同创造。你现在能看到这么多比较丰富的影视剧，是因为有市场、有回报，演员能赚钱，项目有票房，才有更多的人和资本愿意入场，愿意投入资源，愿意冒险创作。哪怕在现在这样一个审查极严的制度下，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时不时冒出的一些优秀作品，那就是因为还有人愿意冒险拍，愿意投。可是现在如果要动辄搞封杀全组，动辄就作品下架，就连这个失德艺人之前拍的这些影视作品也要下架，就等于强行摁下了资本退出键呢。我认为对艺人的抵制应该从市场角度出发，不应该是行政干预或者潜规则封杀。如果你不喜欢他演的剧，不认同他的言行，那你完全可以选择不看。但作品的命运，尤其是他出事儿之前作品的命运，不应该被他的私德问题拖下水，让市场归市场，归观众归观众，这才是一个现代社会应该有的这个宽容和理性。否则，演员必须是圣人这个逻辑一直存在的话，而戏子的这个歧视标签也就永远无法撕掉。其实问题不仅仅是出在纳尔纳西他一个人身上，如果真要问责，就得追查那些替他办事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就你处理这办事人，他有2个好处。第一啊，他们以后就不敢乱来了，对吧？第二，他们以后也能对别人说不了，说，哎，你看你找我帮忙是吧？不是我不给你办呢，你看这事儿已经有人被处理过了，咱不敢干了。那你要是让我非办这个事儿，你就是在害我呀。
所以要想真正堵住漏洞啊，你必须得从源头动手。今天这帮人能够为纳尔纳西办事儿，明天就能为纳尔纳东、纳尔纳北办事儿，是吧？一个办事儿人能串通多少操作啊？那你处理一个，就等于震慑了10个100个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羊补牢。就像一个粮仓，它出了耗子，你不只是抓耗子本身，还得把洞给堵上啊，否则就还有新的耗子会钻进来，对不对？最后我们来讨论纳尔纳西的学籍造假问题。先明确一点，就为什么即便你的户籍在内蒙古，高考还必须得有内蒙古的高中学籍，这就是为了防止高考移民，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所谓高考移民，就是一些人为了享受更宽松的招生政策，将户籍迁到竞争压力更小的地方。比如大家都知道，北京的高考压力是最小的地方之一。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北京和内蒙古的考生的特点。首先，他们的考生人数是差不多的。其次啊，内蒙古的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就不像北京啊，虽然它也有特别好的高中和差一点的高中，但是整体的师资力量水平还是都在线的。那北京的顶尖院校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就很多，而内蒙古呢，又由于这个教育资源非常不均衡，比如说在一些比较好的省市的重点高中和比较偏远的地区，内蒙古这个师资力量的水平差异会非常大，这就会导致内蒙古存在一个高分段会比较稀疏，会比较少。那这些特征啊，综合在一起就会导致啊，内蒙古的整体的一本和211的分数线其实比北京还要低，这个没想到是吧？但是如果你要想像冲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北京就更有利了。因为刚才我讲了，北京高校在内蒙古的招生名额远远多于这个内蒙古。你比如清华北大在北京可能会招几百人，但是在内蒙古就招几十个人。所以综上所述，就是如果你想冲清华北大，你就要在北京高考；如果你想冲这个一本线，那你就去内蒙古，反而更有利，相对分数线更低。那咱们来看一下纳尔纳西的情况，他从小生活在北京，但是户口一直在内蒙古，直到22岁才随父迁移到北京。其实22岁就属于成年了。成年以后是不能够进行随父迁的，但他办成了，说明他们家呀还是有一些资源的。而之前不迁的原因也很明显，刚才我讲过了，内蒙古高考相对于一本线来说，比北京还要更容易。那放弃迁户口，保留内蒙古的高考资格，进一本就更容易。而因为他妈妈的原因，他们肯定非常清楚内蒙古有定向委培这条路，定向委培这条路显然又进一步放低了他进一本的门槛，所以他并不是那种典型的高考移民，就是说啊，在高考之前临时从北京把户口迁回内蒙古，而是他长期就是内蒙古的户籍，但是他又在北京生活读高中，只是他的学籍就不在内蒙古，而是在北京了，于是他就伪造了一个高中的学籍。那纳尔纳西因为学籍造假的问题，现在被各种质疑，然后他后面的演艺之路应该是基本走到了终点。那这种情况冤不冤呢？因为有网友就提出，纳尔纳西他们家这个情况还真是挺特殊的，他是高考制度的牺牲者，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去造假这个高中学籍，为什么呢？这个网友就说啊，他说你看纳尔纳西他父母都在北京工作，对不对？那如果纳尔纳西要取得内蒙古的高中学籍，父母有一方辞职或者请假2-3年回去陪纳尔纳西去读高中，否则的话，一个女孩子在内蒙古读高中无依无靠的，非常容易出问题啊！这是不是非常可以理解呢？而且有网友说啊，这不是纳尔纳西他们家的一个个例情况，有很多家庭都是因为父母在异地工作，但是呢，子女的户口又在另外一个省份，就导致他们如何取得高考的这个学籍问题，对这个家庭来说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纳尔纳西啊，他被全网质疑他是不冤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想守这个规矩，其实他可以有2个选择，因为他的父亲其实是有北京户口的，如果把女儿的户口早早迁到北京，那在北京高考就没有这个问题，对吧？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让女儿回内蒙古读书，去合法取得学籍，那你们家庭做出一些牺牲。但是啊，这2个选择他都不做，偏偏就走了那个不合法的路，学籍造假。对，显然他是知道他女儿的情况，在内蒙古参加高考应该是比最有利的，对，比在北京更有利嘛。有人说父母想把女儿带在身边是为了照顾她的安全成长，这没错呀，情理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你这不能成为破坏公平的借口啊！因为刚才我讲了，你首先你要么你就把他户口迁到北京去，跟北京同学一起竞争，是吧？要么你就牺牲点事业回内蒙古陪读，这就是规则呀。
但是他这两个都不选择，他明明有的可选，而且他的高考分数是400多分，这个分数确实不高哈。毕竟啊，他享受的是北京的教育资源，然后又去内蒙古去参加考试了，这已经属于低配教育高分输出的套利行为，本质啊还是对内蒙古本地考生资源的挤压。所以纳尔纳西这个事儿说委屈有一点，但说冤枉那是没有的。他们有机会去守规矩，就选择了更轻松的违规道路。总之，纳尔纳西这个事件，我不赞成把他之前拍的影视作品封杀下架。同时呀，又给所有的艺人提了一个醒：如果想走演艺这条道路，那么就得跟政客一样哈，早早的从很早的时期，你就得保证自己这一路上都没有任何其他的违法违规啊，包括道德失衡的等等问题，让自己尽量的守身如玉一点啊。你别说，现在很多00后还真是这么做的，就是00后准备进军演艺圈的哈，是吗？早早就开始规划，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一个高清摄像头的时代了，对，从小就被各种记录，然后都不敢早恋，都不敢有任何在网上也不敢骂脏话呀什么的，生怕有一天被互联网扒出他们的历史。我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看这类现象，但我觉得吧，还是更轻松一点为好吧，让娱乐的归娱乐，让观众的归观众。本期就讲完了，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转发，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哎，刚才说到吴亦凡的所有作品都下架了，我突然想起来，他跟刘亦菲还合作过呢，可怜了神仙姐姐。嗨，这有啥可惜的？他和吴亦凡的作品我看过，拍的不怎么样。刘亦菲人家的代表作一大堆，根本不在乎这一部。哈哈。